五位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2018年5月，地球的最南端发生了一个极为异常的辐射现象，物理学家竟然检测到了从地面发射出去的宇宙射线。要知道的是，宇宙射线分为两类，一类是银河宇宙射线，一类是太阳宇宙射线。也就是说，科学界公认的宇宙射线，要么来自于超新星，也就是爆炸时的残留物，要么就是从太阳发射的由带电离子组成的宇宙射线。这从地球发射出去的可还是科学界的头一次发现，这不免引发了人们的猜想：难道南极的下面真的有外星人建立的基地吗？宇宙射线是不是他们在运行着人类无法想象的高科技而发出的呢？而这一猜想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因为在2019年，一位神秘的知情人主动提供了他在南极洲为政府工作时而亲眼目睹的多种疑似外星人的活动迹象。在这片神秘的南极大陆上，似乎正在发生着什么？南极真的是外星人的藏身之处吗？神秘人又爆出了哪些惊天内幕呢？作为地球上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土著人居住的大陆，南极洲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星球上尚未开发的地理区域。对于这片冰冻的大陆，科学家们一直有着许多的疑问和猜想，因为厚厚的冰层下面，人们是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在那里，有将近98%的地面都被厚达4800米的冰层所覆盖。也就是说，即使是日本的富士山坐落在上面，都无法突破南极的表面。除此之外，南极的气温常年处于-45摄氏度以下，其地面的风速甚至达到了每小时320公里。因此，即使是在旺季，这里也只有4000名左右来自于各国的科学家和军事人员。种种因素都使得南极洲在今天仍然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谜团之一。有人曾指出，人类所不了解的不单单是南极的地质情况，他们认为在南极洲所发生过的人类和非人类活动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多年以来，关于南极洲是否存在着外星人活动的问题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片神秘的南极大陆上，似乎正在发生着什么，但由于一些机密信息受到限制，南极是外星基地的猜想一直没能得到证实。直到2019年2月，一位神秘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僵局。他所透露的信息能否帮助人们揭开南极的神秘面纱呢？时间回到2019年2月，这一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戴尔，一位资深的调查记者琳达·摩尔顿豪正在为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采访做准备。对琳达来说，这一次的采访对象前海军飞行工程师布莱恩是他所见过的最重要的告密者之一。为了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布莱恩要求采访时不能暴露他的脸和声音，就连布莱恩这个名字也是临时的。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布莱恩是一位前海军飞行工程师，而他之所以决定与琳达合作，就是希望通过琳达的报道能帮助更多想要了解南极真相的人。从布莱恩与琳达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布莱恩的部队驻扎在南极罗斯岛南端的麦克默多站，那里是南极洲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并为南极洲上几乎所有的科学前哨提供后勤服务。而布莱恩与南极结缘要从1976年7月他加入海军说起。当时的布莱恩接受了陆军发展第6中队的任务，那次任务被称为 VX-1-6。布莱恩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每次从麦克默多站飞到南极别的地区，为那里的科考团队提供物资。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被派去南极的军人都必须是自愿的，而布莱恩也欣然接受了货物补给的任务，并且在前期完成得非常不错。然而没过多久，布莱恩就受到了奇怪的警告，那是布莱恩等人在执行一次任务之前突然接到的上级官员的警告。上级说，如果你们看到天空中有不明物体在飞行，绝对不能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任何人。布莱恩等人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在12月左右的一次飞行任务中，坐在布莱恩后方的队员突然发现窗外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立刻让布莱恩去查看。布莱恩于是走到了飞行甲板上，从左侧的大窗户往外看去，果然一些奇怪的飞行物体映入他的眼帘。那是一些圆盘状的小物体，大概有4、5个，它们组成了一个飞行小队。当布莱恩刚看到它们的时候，那些不明飞行物是悬停在空中的，但过了没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就突然运动了起来，并以惊人的速度飞到了下一个山顶，然后停了下来。正当布莱恩对此感到惊奇时，更让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的飞行员向他开玩笑地说道：“我只能告诉你，他们不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不明飞行物和美军无关。而紧接着，布莱恩又对琳达补充道：“是的，这种类似的情况我还至少看到过另外2次。也就是说，布莱恩当天所看到的不明飞行物并不是偶然事件，实际上已经被南极许多的军人目击过了。但是为什么他的上级会警告他们对此保密呢？布莱恩所看到的不明飞行物是否与南极发射宇宙射线的现象有关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布莱恩的爆料远没有结束，他接着又向琳达透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禁飞区，这是他在一次紧急任务中偶然发现的。据布莱恩所说，大约在1985年10月，麦克默多的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来电表示戴维斯营地，也就是位于南极洲东部的澳大利亚科考站中的科学家，在锅炉爆炸中严重受伤，需要立即就医。布莱恩参与了这次紧急救援，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需要经历长途飞行，还要去南极加油。这也就意味着救援人员需要花费将近6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接到伤员。但尽管如此，布莱恩他们仍然必须遵守先前的命令，那就是避免经过执行飞行路线上的所谓的空气取样站，因为那里被列入了禁飞区，但没人知道具体原因。布莱恩等人也接到了远离禁飞区的命令，但出于救援时间的宝贵，飞机上的队长还是建议布莱恩等人直接飞过空气取样站，不要偏离轨道，因为这样可以节省30分钟的时间。然而，就在空气采样站所在的位置，机组人员遇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情况。只见在禁飞区的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洞的直径据布莱恩估计至少有90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而向洞中看去，里面似乎是一个向下延伸的血坡道。队员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救援任务要紧，他们只能按耐住好奇心，继续飞向伤员的所在地。在接到伤员之后，布莱恩等人准备原路返回麦克默多站。在出发前，他们又一次接到了绕过飞行区航线的通知，尽管没有得到解释，但他们只能照做。最终，当飞机降落在麦克默多站时，病人还是不幸地因烧伤去世了。但紧接着，全体航员就被秘密地护送到了高级指挥官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被命令永远不要提及他们所飞过的禁飞区。布莱恩原本还在想，也许禁飞区的那个洞是天然形成的呢。但是在接到了上级的禁言令之后，他对此充满了深深的疑惑。他说，如果说那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话，为什么这次的巡航飞行会引起高层官员的重点关注呢？这个神秘的洞穴会不会与布莱恩先前所看到的 UFO 有关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是否就能证明外星人确实在南极建立了地下基地呢？布莱恩至今也没能想明白，但他紧接着又向琳达透露了另一起疑似外星人绑架的事件。这件怪事发生在1995年的11月，布莱恩接到的任务是把一队科学家送到了一个位于马利伯德地的新研究点。在那里的前几周，一切都没有什么异常。科学家们每天都会给位于麦克默多的总部打去电话报平安，但在大约第3、第4周时，科学家们突然与总部失去了联系，一连好几天，总部都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为此，布莱恩和机组人员接到命令，前往营地并查看一切是否正常。然而，当他们到达营地后，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机组在上空绕着营地转了一圈之后，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于是他们在着陆后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与之前相同，营地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科学家们就这样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布莱恩等人只好返回了麦克默多。时间过去了1个多星期，就在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凶多吉少的时候，一则无线电通讯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这则通讯正是来自已经失踪了1个多星期的科学家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在没有住所和食物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但事实证明，科学家们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营地。布莱恩也再次收到命令去接他们回来。当飞机刚刚降落在营地时，布莱恩打开了飞机的尾舱，只见等待多时的科学家们甚至没有拿上他们的装备，都只顾着跑到飞机的后侧，跳上了飞机。布莱恩等人只好帮他们拿上了装备。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些科学家们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导致他们只想快一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布莱恩注意到他们的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看起来害怕极了。在飞行过程中，这些人什么也没有说。布莱恩好奇地问了其中一个人，这周他们都去哪了？但那人显得十分茫然，只是盯着布莱恩，一句话也没有说，整个人好像处于受惊过度的状态。更让布莱恩感到奇怪的是，在飞机降落在麦克默多站之后，这些受惊的科学家就立即乘坐了私人飞机，返回了位于新西兰的克莱斯特切奇。此后，布莱恩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对于科学家们失踪的原因，布莱恩等人从未得到任何的解释。此外，本来需要进行研究的他们，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南极呢？当地的很多人都猜测，他们有可能是遭到了外星人的绑架，出于保密，只好被送离了南极。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这次失踪事件也成为了南极众多未解之谜中的其中一个。如果布莱恩的爆料都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南极洲确实存在着外星生物，而它们很可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那南极究竟是不是隐藏着外星基地呢？有证据显示，曾有飞行器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从北极飞到了南极，并在天空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将在下一期的视频中分享更多的证据和资料，也许真相已经离我们不远了。